一支异常修长的注射器刺入了少女的皮肤，医护人员草率地开始了输液作业。少女始终觉得手臂酸痛，然而护士却是其为小题大做，认为输液带来的疼痛是常态。即便更换了多位护士，回应依旧如出一辙。唯有名为多恩的护士格外不同，他立刻换上了专为儿童设计的细小针头，取下了那根粗大的注射针，并选择在手腕处重新注射。实际上并不受大家待见。确实，少女的手臂不再感到疼痛。在夜晚测量病人血压时，她总是不忍心打扰病人的睡眠，因为知道一旦惊醒，病人将难以再次入眠。可同事们对此却无法理解，觉得她过于顾及病人的感受，从而影响了工作效率。护士长在听取了众人的反馈后，决定将多恩解聘。多恩随后被调至精神病科工作，这里的条例格外严格，上班时必须摘除所有饰品，胸牌不能用挂绳，而需改用卡扣，连鞋带也要避免，以免患者用作自杀工具。淋浴间去除了所有可见的水管，喷头直接固定在天花板上，门把手与门缝均经过特别设计，连窗帘都不存在。因此，精神病房总是最先迎接清晨的曙光。多恩在首日工作即遭遇挑战，面前这位女士明明无精神病症状，却被母亲送入了医院。住院手续要求2位家属签名，她的母亲独自签下了2个名字，硬是让女儿住进了医院。多恩察觉到了事情的不对劲，便向护士长汇报了情况。而另一位女士也吐露了真相，她被送入此处是因为与除丈夫外的他人陷入了情感，母亲为了不失去优质的女婿，才会将她送来这里进行反省。医院随后对母亲进行了询问，果然发现女儿有过出轨行为，但那仅仅是因为她的单恋，反而遭到了法律的指控。多恩坦诚地向女士建议，应摒弃无果的暗恋，出院指日可待。这番直言反触怒了女士，女士愤然甩了多恩一个耳光，随即逃窜至走廊。行至半途，她突感燥热难耐，竟在众目睽睽下脱下衣物，欢快地在走廊裸跑起来。这突如其来的场景令多恩目瞪口呆，经验丰富的护士立刻为女士披上毛毯，迅速驱散了旁观者。事实证明，女士确实患有精神问题，正是躁狂抑郁症的典型症状。她们常有过度活跃的冲动，不加思索的挥霍或购物，或是做出令自己懊悔的事。多恩这才恍然大悟，正想跟去处理情况，却不慎摔倒在地。初次工作的日子真是不顺心，还招来了资深护士的斥责。回到家中，弟弟得知他挨了耳光，有拳击训练的弟弟立即教授了他一种承受打击时减轻痛感的技巧。每位拳击手在练习之前都得学会如何承受打击。耳光来临之时，顺着对方的动作转动脸部，可以减轻打击力度，从而不那么疼痛。然而弟弟才发现，理论并非总能奏效，那种痛楚无法简单避免。显然，面对攻击逃避才是上策。幸运的是，经过用药治疗的女病人渐渐地恢复了清醒，并向多恩表示了歉意。母亲的爱是深沉的，每日不忘为女儿带来她最喜爱的葡萄。女儿请求多恩将其放入冰箱，但当多恩打开冰箱时，发现这些天来的葡萄一颗未动。原来女儿并不真心喜欢葡萄，童年一次被葡萄卡喉的经历让她留下阴影。尽管如此，母亲仍旧坚信女儿应该喜欢葡萄，就连衣物、包包乃至丈夫都是母亲替她精心挑选的。精神问题源自女儿的压抑，在护士长的鼓励下，女性勇敢地对母亲说不。她终生追随母亲的步伐，失去了自我追求，并未得到母亲所承诺的幸福，反遭病魔折磨。女性决心立即开始活出真正的自己。她倒空了那些不喜欢的葡萄，也停止了与母亲的会面。母亲焦急地在病房外徘徊，在多恩的安抚下，她最终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。这次她没有购买葡萄，而是带来了多样的水果。女儿终于可以享受自己喜欢的食物，过上理想中的生活，而母爱也未曾减少，只是变换了爱的表达方式。多恩看到护士长和他以前的护士长坐在一起，正在谈论多恩。多恩感受到帮助他人的快乐。午休时间，前护士长指出多恩缺乏效率，所以被调到精神科。原来同事的议论并非针对他。不久，多恩又遇见了一个需要关怀的男性患者，他即将被转到遥远的医院，但因担忧自己的爱猫而犹豫不决。多恩出于善意提出了解决方案，联系了男病人的好友，拍摄了宠物猫的照片，他这才放下心来，将照片呈现给男病人。男病人看到自己的猫咪被好友照顾得很好，却回想起猫咪曾只亲近他，现在他却和其他人也相处得很好。他愤怒地思索着这一转变，愤然打碎了手中的平板电脑。病情因此失控，导致转院计划被迫取消。多恩因此遭到家属的责备。当晚科室为多恩举办了欢迎晚宴，但多恩却偷闲请假。他希望回到医院加班，整理自己的工作失误，结果遭到了资深护士的斥责。因为那是欢迎晚宴的时间，资深护士向护士长反映多恩的不圆滑，护士长却反问他，聚餐是否就该让工作置于次要？难道职责不应优先于社交场合？他们初为护士时，也曾怀有多恩般的关怀之心，如今却变得刻板尊贵。多恩执意回到医院，热情不在，职责成了空洞的套路。意外的是，资深护士也来帮忙，并分享自己初来乍到的趣事。他认为多恩的慈悲特别适合于精神科工作。接着，其他2位护士也来支援加班，4位护士汇聚一堂，
他们迅速完成了多恩的工作，在天台上享用夜宵。多恩感激涕零，发现周围都是善意之人，即使偶尔遭人非议，也不应放弃前行。追求认同越热切，越容易受伤，应有敢于被人厌弃的勇气。黎明总会如期而至。女生打开一包方便面，一半今日食用，一半留作明日。她居住在狭小的半地下室，尽管租金不菲，父亲的信息再次催促，督促她尽快找到稳定工作。刚毕业的女生只能先在外打工维持生计，看着聚餐欢笑的公司员工，她羡慕这样无忧的生活。餐馆老板额外给她50元打车费，她却认为打车太奢侈。女生决定将这笔钱储蓄。次日，用剩余的方便面做早餐，手机铃声突然响起，她接到了人生中最幸运的电话，激动地得知被三星集团选中，前途似乎一片光明。她立即向母亲分享这喜讯，孝心盈然。她下定决心为母亲多寄些生活费，却惊觉账户中的3000万韩元不翼而飞。这时她才意识到，这只是一场诈骗电话的阴谋。对于仅舍得吃半包方便面的她来说，这无疑是沉重的一击。她曾想一跃结束生命，最终被勇敢的消防员救下。一切皆失的她陷入了迷茫，被安置在了精神卫生设施中。护士们日复一日巡视病房，仔细检查病人的床铺和物品，以防患者藏有任何不安全的物品，或是堆积杂乱无章的废物。当护士轮到她时，她坚守在柜子前不肯配合检查。护士原以为她藏有不当物品，然而柜子里空无一物，连基本生活用品也缺失。多恩护士从未遇见过如此境遇的患者，出于对她尊严的尊重，并未多加追问。但女生突然叫住了多恩，声称要求返还她的资金。女生深受妄想症之苦，坚信是多恩窃取了她的资产，追逐着多恩要求归还。多恩瞬间意识到了自己的失误，他不应与妄想症患者争辩，因此遭到资深护士的责备，一定不能反驳对方。面对患有妄想症的病人，这样做可能会加剧患者的错觉。后来多恩才得知女生的不幸境遇，遭受诈骗，财产荡然无存，连住院费用也是由政府援助。多恩下定决心细心呵护女生，帮助她重获健康。多恩刚完成病房检查，精疲力尽地坐回了工作座位，女生又突然出现，认为多恩的叹息是内疚的表现，因为偷窃了她的金钱。这一次多恩并没有直接否认，而是巧妙地转移了话题。但女生的妄想根深蒂固，坚持要求多恩当日还钱，设法安抚女生。离开后，多恩感到饥肠辘辘。遗憾的是，医院禁止外食，于是他们请求全能的男护工帮忙。护工订了2份炸酱面，提前在停车场等待外卖到达，将炸酱面秘密放入背包中，却面临严格的医院门卫检查。散发自背包的香气恐怕会使他的努力付之东流，于是他选择在门口点燃香烟，以烟雾掩盖食物的气味。不久，保安前来干预，护工立刻熄灭了烟头，借着抽烟的幌子，护工顺利通过了第一个检查点。接下来是精神科的门岗，护工热心地为辛勤的夜班保安奉上一份热腾腾的饺子，目标是让他的口难以言辞。即使被发现，也能够应对自如。护工最终成功地送达了炸酱面，尽管自己只能满足于方便面。两人享受着美食，突然，主管护士的声音响起，他们迅速隐藏了食物。主管一进门便嗅到了异香，就在快要被揭穿时，护工拿着泡面及时出现，为他们化解了紧急状况。看来护工已经做好了万全准备，两人最后可以安心的大快朵颐。饭毕归来，主管护士仍在工作，多恩继续装作若无其事的工作。女生又一次出现，质疑多恩是否用偷来的钱去享用了炸酱面，紧张充斥在短发之间，惧怕主管发觉。他迅速辩解，声称女生肯定认错了，女生更是坚信不疑，提出检查垃圾桶的要求。主管出于好奇查看了垃圾桶，果不其然，发现了炸酱面的包装。多恩上班时被一片涂鸦覆盖的墙壁迎接，上面诬称多恩是小偷。多恩内心充满了委屈，急忙清除墙上的污言秽语。女生突如其来的出现并攻击了多恩，护士长建议多恩避免接触妄想症患者，以避免进一步的伤害。这使得多恩开始质疑自己的能力，他沮丧的神态被另一位妄想症患者目睹，无法自理的他竟赠予多恩价值3000万韩元的存折，不知道这仅是自己的学生证件。他满怀幻想的想要帮助多恩，以表达对他陪伴的感激。多恩未曾预料自己竟会从患者那里得到心灵的疗愈。多恩期望午餐时能稍作休息，机智的男护工将他带至一个宁静的隐秘之地。更加意外的是，墙壁上的黑色痕迹原来是前任主管护士烤肉留下的痕迹，这比偷吃炸酱面需要更大的勇气。而地面的凹坑则是泪痕所致，曾有一位悲伤之人每日作此落泪，久而久之便形成了凹坑。多恩在此地安心的小憩了一会儿，醒来他悄悄锁门离开，未料被医生当场捉住。幸运的是遇见了熟悉的医师，医师向他阐释了妄想症患者折磨他的原因。当人无法承受痛苦现实时，常会构想一个可以指责的对象，继而仇恨并折磨之，因为唯有如此，他才能继续生存。若没有多恩，女生可能已失去生存的勇气。然而女生的妄想症状仍在恶化，她悄然潜入更衣室，将多恩的衣柜彻底翻动，撕裂了他的衣物，还对多恩怒吼，催促他迅速归还钱款。
不知情者或许会怀疑多恩是否真的盗取了他的资金，多恩无法反驳，也不能答应，他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女生最终被送往隔离病房，多恩憋屈到几欲落泪。忽然，众人发现多恩不见了，他原来躲至密室独自哭泣。在护工的安慰下，多恩重新鼓起勇气，继续照顾女生。他准备了泡面送给绝食的女生，女生认为一次只吃一碗泡面是浪费，也因此回忆起自己被欺诈的往事，始终难以接受那个现实。次日，多恩点完名，正欲偷偷离开病房，却被女生叫住。出乎意料，女生递出一叠现金，请求多恩帮其存入银行。他决心重新开始积蓄。实际上，疾病源自失去挚爱、幸福或自我，我们唯有依赖那被称为希望之物。将吸管放于口中，堵住鼻与耳，仅靠吸管呼吸。此刻开始倒数，若未坚持至60秒，可能患有恐慌症。倒数至13秒，女孩即感呼吸困难，这便是典型的恐慌症状。轮至男护士尝试时，她显得紧张，突然感到头被进水，强烈的窒息感让她以为自己将不久于人世，这便是恐慌症的表现。男护士立刻撤离实验，奔向窗边透气。他徘徊是否需呼救护车，尽管明白这仅是恐慌，并非真的会死亡，但恐惧感仍难以驱除。他是新来的实习生盛才，起初他的恐慌症并不显著。多恩引领3名实习生熟悉环境，这时一个病人突然加入，病人未能区分游戏与现实，自称蔡文基，正忙于为队友多恩回血，还向新实习生介绍这是王者峡谷，有需帮助者尽管说。病人稍感冷静，急忙为自己释放治疗大招，实习生们由此受到惊吓。盛才自告奋勇要求休息，多恩慈悲地同意了。大美护士听闻后大为恼火，实习生竟敢提出休息请求，立即召集他们回来继续接受培训，通过病人的食量判断其心情起伏。喂药必须查看病人是否真的吞下药物，确保药物被病人咽下。培训中，盛才表现出明显的不耐烦，又一次提出去洗手间的请求，但护士大美对此不予迁就，当即拒绝了他的要求。盛才的漫不经心态度立刻激起了其他护士的反感，尤其是那位短发护士，他对实习护士盛才尤为反感。午餐过后，大家各点一份饮料，其他人都选择了冷饮，唯有盛才点了一杯需时较长的热茶。结果盛才的这一行为引起了反响，此后短发便想找机会教训盛才。多恩却似乎察觉到盛才的隐忧，在最近的一次实验中确认了盛才患有恐慌症，但盛才不愿向人透露自己的状况。那晚盛才再次频繁要求使用洗手间，主管告诉他要学会忍耐，否则无法成为一名合格护士。多恩看穿了盛才的困境，借口需要外出工作，带领实习生们离开，为盛才提供了逃避的机会。盛才紧抓自己手掌的皮肤，强迫自己不要陷入恐慌。周围的人都不知道他那不羁的外表只是伪装，他的内心实则十分脆弱。多恩劝他直面恐慌症，停止伪装坚强。为此，多恩专门咨询了精神科医生。然而从朋友那里得知，自己的弟弟患有更严重的恐慌症。弟弟在洗手间时感觉到脚下水位猛涨，水位不断上升，淹没了他的全身，直至整个洗手间充满水。小弟急忙推开洗手间门，虽然明白这只是错觉，却仍旧无法逃脱，最终在洗手间昏厥。原来小弟曾是公司的杰出人才，但因为他的能力强，不怕吃苦，上级总是偏爱把任务交给他完成。他不断的工作到深夜，终于导致了恐慌症的发作。自那日起，一踏入公司便感觉身上有水流过，因此他选择了辞职。然而多年来，恐慌症并未有所好转。这一天，他终于决定向姐姐坦白，自己实际上患有恐慌症。姐姐虽显得不太高兴，实际上早已为他预约了精神科医生。许多精神疾病患者因为顾及面子而不愿承认病情，导致问题逐渐恶化。已经开始接受治疗的弟弟，在服用药物的同时，又尝试参加面试。在等待时，恐慌感又一次袭来，他急忙走向厕所窗户，呼吸新鲜空气。关键时刻到了，面试官正叫着他的名字，这使得弟弟的恐慌感加剧，身边似乎又涌现出洪水。他回想起医生的建议，紧握姐姐赠予的领带，大声呼喊。这一次，他真正战胜了恐慌症。在面试过程中，他坦诚自己正处于治疗恐慌症期间，面试官对他的坦率表示赞赏。弟弟因此得到了工作机会，凭借自己的能力，再次在公司崭露头角。但是领导又开始安排他加班，弟弟只能边服药边加班。那些催促工作的信息渐渐多了起来，如同旧日。这一次，他决定主动与上级沟通，坦白自己的恐慌症情况，希望能减轻一些工作负担。上级却认为那些病都是无事生非，建议他忙到无暇他顾就能好转。弟弟又一次感到走投无路，匆忙前往厕所洗脸，尝试清醒，却发现厕所里的水真的在涌出。这一次，即便是领带也无济于事。突然，2名修理工走了进来，这一切并非恐慌症的错觉，而是真实存在的水管漏水。他决定借此机会变得更加勇敢，摆脱了上司的掌控。契约里明明规定了8小时工作制，继续加班无疑是违法行为，因此我无法继续这样做。这次他收获了同事们异样的目光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
他们开始学会维护自己的权益，避免无谓的加班。他并未生病，却频频服用头痛药，只为让自己保持清醒。他不懈努力，6年公务员考试未果，每次都与成功擦肩而过。如今，他决定付出更多的努力。餐桌上、兼职中、行走间，随时随地沉浸在复习之中。疲惫时便吃片头痛药，振奋精神。此地的考生无不拼尽全力，深知公务员身份转变生活的可能。可他连续7年的拼搏未能如愿。那位壮硕的光头男子，仅1年便成功了。意志消沉的他选择网吧释放压力，却被游戏的乐趣深深吸引。在现实中受尽委屈的他，在游戏世界得到了释放。他选择沉浸在这个世界，现实与虚拟的界限让他迷失，最终进入了精神疗养院。大家对他这个怪人敬而远之，只有名叫多恩的护士愿意倾听他口中的奇幻世界。在他眼中，医院变成了充满挑战的魔法神殿。他自诩为一名高级勇士，周遭潜伏着恶龙，他与这些恶龙不断抗争。神殿的主人不断赋予他任务，每完成一项就有奖赏。他最期待的是仲裁者多恩的每日能量药丸赠予，为他注入了瞬间充能的活力，总是能把他从遐想中拉扯回现实的土地。渐渐的，那个充满幻想的世界对他来说变得模糊不清，他的身体状况也逐步向着好转的方向发展。但这也意味着他不得不面对现实生活的严酷。他突然意识到，仅剩1个月就要面临考验，自己因为长时间停留在这个地方，已经导致了学业上的严重荒废。他辛勤付出的1年似乎即将付诸东流。多恩温柔地安抚他，有时候弯腰蓄力，不过是为了跃得更远的准备。但男生感叹自己已经蓄力整整7年，想到这一点，他真的恨不得头撞墙壁以泄心头之愤。多恩为他着想，亲自前往书店，为他添置了公务员考试的复习资料。在医院的日子里，他得以重新开始复习，这为他重新点燃了希望的火花。不久，男生的治疗模式调整为了日间治疗，每晚都能回家休息。但他并没有真正的回家休息，而是急切地赶往辅导班，继续他的考试准备。他在这里遇到了2位晚辈，听闻他们距离成功只差了1步，他觉得实在是遗憾。然而男生却表示，现在正是放弃考公务员的最好时机，正因为每次都是差那么一点，让人不愿轻易放手。继续参加考试也不能确保最终的成功，如此这般3年5载、7年8载就这样溜走了。但又有谁会真心认可这些年你的付出呢？人们或许只会认为你没有尽力，到最后就如男生这样，发现自己不再有退路可言。拥有精神病历的他，似乎只能通过考试来寻找工作机会。在沉重的压力之下，男生第2次进入了那个魔幻的世界，他不得不再次住进了医院。多恩发现他的病情在任何时候都显得异常严重。多恩在惋惜的同时，也敏锐地意识到了一些细节上的变化。男生曾经称他为仲裁者，而现在却谦称他为护士小姐，这突然的改变让他感到困惑。多恩将这一发现报告给医院，医院果然经过调查确认，男生其实是在伪装生病，他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为了逃避外面世界的压力，这意味着他已经康复。因此，医院安排他离院，两人心存愧疚。多恩忧心忡忡，反复叮嘱男生及其家人出院后需注意的事宜。他继续参加辅导班，考试临近，每一刻都显得弥足珍贵。男生取消了定期回诊，医院路途遥远，耗费太多学习时间，他依依不舍地告别多恩，返回辅导班埋头苦读。然而，缺少多恩护士的日子总让他坐立不安。他试图邀请多恩喝茶，可惜他有事无法相伴。男生站在天台，心怀绝望，悲伤交织着对考试制度的憎恨，感到被逼至绝境。现实世界开始瓦解，魔幻世界浮现，他不顾一切的纵身一跃。多恩很快接到警方通知，男生不幸坠楼身亡。男生父母来医院质问，在心痛与崩溃中，他们拖着悲痛的身躯，寻求为孩子讨回公道。医生们同样悲痛万分，尽管经历过无数次生死离别，仍无法抑制悲伤。请假2日的多恩重返岗位，同事们欲安慰，然而多恩似乎并未受到过多冲击，依旧专注工作，令人不解。在医院门前，男生父亲再次来寻求解释，认为医院不该让尚未完全康复的儿子离院，他失去了依靠，不知如何生存，被保安驱逐。父亲独自坐在外头，凝望着孩子曾经治疗的医院。护士长在不远处的长椅上静静地陪伴着这位悲伤的父亲。黎明之前，两人仍在场。父亲向护士长提出询问，那时儿子身旁是否有人相伴，希望儿子未是独自一人离去。护士长以诚挚之心回答，儿子留下的记忆定是温馨的。父亲深受感动，决意放下追究医院的念头。护士长却自发建议加入医院为自杀者家属提供的心理疗法。医生向众人阐释，一人自尽至少影响周围5至10人，常将自责归咎于己，酿成深刻的心理伤害，甚至有人会遭遇记忆解体，大脑悄然抹去创伤记忆。交流结束之际，多恩恰逢送来文件，遇见了男孩的父亲，困惑于他来访的原因。父亲渴望知晓儿子最后的话语，多恩对此感到迷茫。他的衣服湿了一大片，因钢铲子却难以哺乳。他们曾拥有一个天使般的宝宝。一日晨起，
宝宝已然永逝，无声无息的离世，被诊断为婴儿猝死综合征，未及取名，便已下葬。父母心中的痛楚难以想象，妻子变得沉默，言语稀少，丈夫一频频暗自擦泪。作为家的支柱，他试图显得更坚强，鼓励妻子多做休息，单独整理宝宝的遗物。他知悉此事对妻子打击极大，需要漫长时日以适应。但出乎意料的是，某日下班回家，目睹了那一幕，男人从那时起更加自责。与此同时，奇异现象再度降临家中，他感觉仿佛被某物缠身，那物体在他颈间游走。他急忙走向厨房，抓起一只筷子，对准那物体，猛地刺了下去。幸亏姐姐及时发觉，急忙呼叫救护，医生迅速施手术，挽救了他的生命。男人随后被转入重症监护室，最终转移到精神病区。原来他患上了精神障碍，产生了幻觉。精神科护士的身影勾起了他对亡妻的回忆。他失控，撕裂颈部的纱布，医生只得将他固定于床，注入镇定药物，这才制止了他的自伤行径。深夜，幻觉再度降临，他仿佛看见妻子上吊的身影，但他无能为力。在医生的劝导下，他终于开口讲真话。妻子去世，他才感受到孤独的恐惧。他自责，若未去工作，或许妻子不会选择离世。深感自责的他，由此陷入精神困扰。面对无法接受妻子离世的男人，医生现场安排一名心理医生代替亡妻与他告别。男人向妻子表明，当初只是想给他时间悲伤与心痛，然后慢慢遗忘。但他终于明白，不该让他孤独哭泣。最终，他只能把希望寄托于来生，发誓来世会好好待他，并确保来生幸福。精神病科见证了许多类似的患者。这位大叔在妻子自尽后，总感生活异样，孤独难耐，认为应与妻子同去，继续活着，对他而言是对妻子的亏欠。自杀会给周遭的亲友带来难以承受的痛苦，因此留在人世的我们必须倍加珍惜生命，并且要深切关怀那些我们身旁的至亲至爱。实际上，那些选择自杀的人，他们期望的并非生命的终结，而是希望能够结束那份无尽的痛楚。生活只赐予我们唯一一次的机遇，然而身心的苦痛却是可以被释放和减轻的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它一定能够引领你走出痛苦的阴霾。这位男士逐渐觉察到自己可能正面临着精神上的挑战，他不断有强烈的冲动要去响动自己的手指关节，若不这么做，就感到浑身不舒服，无法安宁。因此，他特意前往精神科求诊，寻找能缓解这种冲动的途径。医生的诊断结果是他患有强迫症，并告知他需要耐心长期治疗。但男士显得非常焦急，因为这个坏习惯已经使得他的手指关节异常粗大，这不仅招致了他人的厌恶，甚至有人在社交网络上对他恶语相加。似乎这位男士还有些许偏执妄想的倾向。医生为他想出了一种替代方案，改成尝试拉手指来运动关节，这样既能满足他的需要，又不会导致手指变粗。但很快男士发现这个方法并不理想，没有想动声的手指让他难以忍受。于是医生再度巧思一计，建议他将双手插入裤兜中，强迫自己不去触动手指。起初这个方法似乎奏效，但没过多久，男士又出现在医生面前。他担心长时间双手插兜会给人留下不礼貌的印象。医生此时也开始感到不耐，建议他尝试寻找其他的兴趣爱好，比如投入电子游戏或是观赏电影来转移注意力。然而第二日，当医生刚刚开始工作，这位强迫症患者又再次出现，追寻病情。医生此时决定放弃治疗，反倒建议他继续弹响手指，认为手指越粗壮，实际上越有利健康，并不会对日常生活造成负面影响，何乐而不为呢？这位被病患烦扰至极的医生，甚至因此引发了痔疮，不得不花费金钱求诊肛门科治疗。最令人恐惧的是，在进行肛门内检时，竟然没有局部麻醉。医生在内心深处感到无比的不安与痛苦，躺在检查床上，努力保持着镇定。而就在此时，他突然听到了一道熟悉而又让人无奈的声音，正是那位被强迫症困扰的患者。他竟然是肛肠科专家，因此他深知手指粗大之不便。从那以后，他独斗强迫症，不断自语，压抑手指的驱动。这情形将旁女孩惊吓至极，误以为她精神异常。次日，女孩刚登车，他便悄然靠近，吸引之源是便当中蛋糕的香气，艾草香气透过盒子弥漫，手不自禁触摸盒子，目不转睛的凝视。他突然意识到，已半小时未动手指，艾草蛋糕成了他的救赎。女孩恰为医院护士，名为多恩，不日前才至精神科服务，未知食物禁忌，遂决定就地品尝盒中蛋糕，两人能否一并吃尽？在他遐想未尽之际，保安宣布无碍，愿为他保管。他虽心存愧疚，却敢为安心，多恩午间分蛋糕于同事，意图交好。但现实青年不甚喜年糕，他们倾心于大美带来的甜食，大美因此讥讽多恩些许另类，他却坚称年糕为绝妙佳肴。医生如是评之，大美只得勉强赞同，称赞年糕并未缓解他的强迫症。他观多恩悉心照料患者，他人视精神病为异类，唯多恩待如有朋共话，他为多恩魅力所倾倒。
确信多恩为强迫症救星，遂始终缠于多恩身旁，无论是打扫还是理发，他皆相随，装作偶然相遇。然强迫哥非一语者，听闻治疗费20万韩币，险些失控。然理发师夸其与多恩才貌双全，甚为般配，他欣喜刷卡。两人虽赶上当，却又共享晚餐。多恩极富同理心，倾听之下，强迫症男子倾吐心声。他惊喜地发现，强迫症竟神奇般消失。从那天起，他日复一日在公交站等多恩，假装巧合般悄然现身在多恩背后，却不巧，多恩即将迟到。正当强迫症男子准备截停出租车时，一个神秘少年抢先一步，那少年竟是多恩儿时的好友。显然，这位年轻人注定成为他爱情道路上的阻碍。两人决心展开公正的角逐。年轻的竞争者准备抢先表白，但刚踏进医院，恰巧目睹大屏幕播放着强迫症男子的广告，海报也醒目地挂在墙上。他瞬间感到自惭形秽，自己这个游手好闲之人，如何与成就斐然的医生匹敌？2日后，年轻的竞争者重新鼓起勇气，邀请多恩共赴户外旅行。然而他的摩托车突然拒绝启动，路过的强迫症男子岂能放过这机会？他主动提出开车送两人前往强迫症男子推荐的餐厅，大受好评，赢得多恩的称赞。年轻的竞争者感到自己处于下风，河边散步后的饭后时光，他拾起一块石子，优雅地掷出一记水漂，立刻重获多恩的青睐。强迫症男子无法轻易认输，他是打水漂的非物质文化传人，去年掷出的石子据说已飘至日本。他摆出专业姿势，准备大显身手，明显选错了石子。多恩则找到了理想的石子，形状近乎完美，不得不拍照留念。随后尝试展现自己的水漂技艺，却意外将手机当石子扔出。两人立刻跳入河中寻找。日头即将落下，时间紧迫，这也意味着展现自我的时刻到了。强迫症男子灵机一动，他的方法令沉在水底的手机亮了起来。敏捷的小老弟迅速找到了手机，他抓住机会为多恩递上毛巾，无意中为二人提供了独处时机。目睹二人交谈甚欢，小老弟意识到自己的机会渐行渐远，强迫哥越发胆大，散步间不经意向多恩表露心迹，却因突发事件被迫延后。数日后，他在楼梯间急促表白，依旧手无缚鸡之力。多恩出于私事，请求他等待1个月后答复。随后的日子，强迫哥感受到时间之漫长，他拿起厨用平底锅，请友人猛击其脑袋，希望昏迷醒来时1个月已过。朋友掌握了所谓1个月的力度，一拍之下，强迫哥查看时间，惊觉仅仅1分钟已逝。朋友因失恋而饮酒沉沦，他却只想知道醉酒能否加速时间流转。他网上寻找打发无聊时间之法，遵循网上建议，在二手平台购得一套拼图，据说需耗时2日。他立刻着手拼图，不料仅1小时便拼好。随后他定制了一套预计拼装整整1个月的拼图，最终耗时1月完成。一起玩小游戏，拼图正是多恩的肖像。遗憾的是存留单一块照，虽然那男子非己，但他仍心怀喜悦。他终于熬过了这艰难的1个月。而小老弟在这期间与多恩频频相见，一起在 KTV 歌唱舞蹈，悲伤时紧紧相拥而泣。小老弟甚至开始随意进出多恩的卧室，却也很快因分歧而起冲突。争执过后，期限之日终至，强迫歌手捧鲜花是新表白，却发现多恩刚痊愈大病，家中地板变得异常松软，每一步都陷入泥泞。多恩越挣扎越陷得深，他无力摆脱困境。多恩连进食的力气都失去，对一切提不起任何兴趣，只愿沉睡不醒。弟弟突入其房，猛拉窗帘，斥责他连日沉睡如同死猪，告诫他不可继续沉沦。小弟一把将他连被带起，强行背他出门呼吸新鲜空气，期望姐姐能重获活力。不料姐姐根本不配合，兄妹间爆发激烈争吵。弟弟向医生友人倾诉，述说姐姐懒惰且消极，医生立刻诊断出抑郁症的迹象。抑郁症患者连穿鞋都无力，不能强求。弟弟恍然大悟，意识到自己的错误，意识到自己曾无意中折磨了脆弱的姐姐。而在另一边，多恩被母亲唤醒，被母亲强拉至户外。多恩不愿使母亲不悦，勉强走出家门。户外正有人寻找多恩，强哥手持鲜花向多恩深情告白。身为医生的强哥迅速察觉到多恩的抑郁症，劝他立刻接受医治。躲藏一旁的多恩母亲急忙出面反驳，坚称女儿安然无恙。然而在回家的路上，多恩猝不及防地冲向红灯，面对疾驰而来的大卡车，无法及时刹车。听到喇叭声的多恩竟僵立当场，幸亏母亲及时将他救下。母亲终于意识到女儿真的患上了精神疾病，便把她安置于精神疗养机构。然而多恩自是精神科资深护理人员，他自知只是轻微抑郁，并非因被囚于病院之中，遂与病院周旋，展开智斗。首先配合各项检查，接着完成心理测验。他对那些标准答案了如指掌，明智避免吞下护士递来的药物，巧妙蒙骗护士后偷偷弃药。凭借优异的心理测验成绩，被安置于私人病房中。新室友们极尽热情，他立即识破其狂躁症状。作为唯一的清醒者，他不能与病患混为一谈，但多恩尚无法即刻离院。
母亲深信他病情严峻，与病院签订了强制收治协议。无论他如何恳求，母亲坚决不同意他离院。他感到被世界遗弃，病院生活乏味至极，日复一日，唯有胡思乱想。在返回病房的途中，竟遇见心仪的强哥，遭他误会成病患，情何以堪？羞愧之下回到了病房，鼓起勇气与医生会面，坦白自己是专业护士，并自知病情，渴望早日获释。医生早已知晓他的护士身份。事实上，医生与强哥乃结交已久，正是强哥向他母亲推荐了此院。他心中充满委屈，自己是一名资深护士，不得不与精神病患者共处。他持续与护士们周旋，从未服用过任何精神病药物，都仅藏于床下，却不料被室友发现。事实上，药物并非他所藏，原来室友也有藏药之习。得知多恩曾是护士后，他的精神状况引发了周围的好奇。多恩愤怒至极，陷入狂暴，护士将他制服，再次被送入隔离室。多恩孤立无援，独自在床边泣不成声。在下一次医生会诊时，他从专业角度与医生辩论，坚称自己仅有轻微的抑郁迹象，认为那晚的事故仅是偶然，不足以证明他患有抑郁症。然而医生了解的事故细节更复杂。多恩在被母亲救起后，又一次挣扎逃脱，造成母亲脚踝扭伤，他仍然处于迷失状态，不顾一切往车流中冲去。幸亏强哥及时制止了他的自毁行为。回忆起那刻，多恩意识到自己确实抑郁，因此明白母亲的担忧，接受了现实，认识到自己并非无病之躯，与其他病患无异。多恩开始与室友和谐相处，积极参与治疗，甚至主动请求增加抗焦虑药物的剂量。母亲看到他的改善，也感到安慰。多恩开始早起散步，静心自我，却遇到了追随的室友。尽管感到尴尬，他也不忍拒绝。医生察觉到这是多恩病因的核心，他天性乐于取悦他人，不断追求他人的快乐，在工作中总是力求患者满意，过度关注别人的感受，而忽视了自己的需求。医生建议他应该更加自私地活着。多恩开始学会了说不，发现拒绝他人能让自己心情舒畅。他还养成了写赞美日记的习惯，赞扬自己学会了拒绝，夸赞自己的拖鞋摆放井然有序，表扬自己进餐时衣服干净无瑕，对自己的点点滴滴都给予肯定。自我赞美之下，竟生出满足感。多恩对未来抱以期待，展望着以崭新自我重返日常。经评估，多恩重获健康，渴望出院。明日出院成为定局。多恩致电护士长，报喜自己痊愈。护士长回以鼓励，再次欢迎他回归，承诺保密，不泄露他的病历秘密。然而出院前夕的惊遇让他心慌，偶遇往昔照料的病患，重逢似命运之谜。大叔的熟悉目光一瞬间便认出了他。病患的转院，意外将他的秘密暴露。医生巡房，意外泄露的秘密变成了话题。大叔的一席话让谣言翻滚扩散，同事们疑虑重重，质疑他的专业适宜性。愤懑之声汇聚，抗议声浪逐渐高涨。梦魇般的场景，所幸只是梦一场。心情轻松，多恩满怀希望的离院，安定的家中，电话中探寻同事的心声。同事们的接纳让他的归来充满欢乐，但内心的恐惧如影随形般挥之不去。他的胆怯成了回归工作的障碍。在关键时刻，强哥再次显现力量。强哥以自身经历共鸣，鼓励多恩坚持。他的比喻令他重新审视自己的价值。护士长亦不遗余力，施以深切的鼓励。多恩回顾自己的护理生涯，感怀其中意义。在护理的道路上，他的每一分付出都充满价值。他内心深处渴望继续投身精神科护理工作。在支持与鼓励之下，多恩重拾信心，回到岗位。同事们的热情迎接超乎他的预期。然而注定的相逢终究到来。他在病房内遇见大叔，大叔的喜悦中，他也为多恩感到高兴。然而大叔的亲人对多恩颇有微词，他们一知晓多恩曾患精神障碍。多恩失落地回到了护士工作站，同事们都很好奇，想知道多恩这一个月经历了什么。多恩决定不再隐瞒真相，他为科室里的每个人买了咖啡，准备在所有人面前坦白自己曾是精神病院的病人。但是另一位病患的家属竟然抢先一步揭露了真相。女家属大声要求更换负责的护士，因为她得知多恩前些天才出院，就这几分钟的延误，让多恩看起来像是在故意隐瞒。尽管如此，多恩还是坦诚地向大家揭露了事实，并向大家道歉。出乎意料的，平时最严厉的主管竟表示只要多恩康复就可以工作。他明白多恩是因工作压力才出现精神问题。短发护士甚至埋怨多恩没有告诉他，否则他一定会去探望。大美也认为多恩没必要去其他医院，他认为在本院住院会更便于照顾。事实上，感动常常源自简单的地方，一个小小的行为或拥抱就能给予无助之人希望。多恩继续尽心照料那位女孩，尽管面临女家属的种种不满，多恩决定置之不理。他专注于提供最佳的患者护理，但多恩的精神病史迅速在患者和家属中传播开来。家属们聚集讨论应对之策，他们坚持付费就应得到合格护士的照顾。他们向其他护士们热情地打招呼，这些多恩还能够忍受。但第二天，网络上爆出了消息，有个医院护士曾患精神病，多恩遭到了网络暴力，医院里的人都在暗地里议论他。
他甚至成了患者们谈资中的笑柄。短发护士听见这两位女性嘲笑他的同事，他自然不会坐视不理，借教瑜伽的机会为多恩振奋士气，并出了一口恶气。医院领导注意到了网上的舆论风波，立刻联系精神科主任讨论多恩的职位问题。主任与全体科医生一致表示，将不会无故解雇多恩。护士的管理权属于护士部，并非医生所管辖。领导们对于与护士长的沟通感到忌惮，护士长以坚强的性格在医院中著称。第二天，多恩抵达公交站台，满怀期待地迎接新一天的工作。他刚踏上公交，便感到手腕被人紧握。原是强哥早早在前站登车，为多恩预留了座位。多恩内心泛起温暖的涟漪，周围的人以各种方式支持着他。两人一如既往地共同前往工作，但却看到医院门前聚满了抗议者，家属们正在要求医院解雇多恩。多恩对家属无怨无悔，也不愿意轻言放弃，他只能深深鞠躬，向所有人表示敬意。但强哥的立场并不那么容易动摇，他决心用自己的方式守护多恩。多恩工作不久后，家属急匆匆地来寻求帮助，一位女患者病情突然恶化，而只有多恩能够立即处理。即使家属想要拒绝，也无奈于情势，但家属仍对多恩心存顾虑。就在多恩给他女儿注射时，家属突然干涉，导致针管断裂，造成女孩受伤。多恩迅速处理了伤口，无怨无悔地整理这混乱局面。大美询问他为何不直接辞职，毕竟这份工作曾让他患上抑郁症，现在还要面对不公平对待，他何以能坚持不懈？多恩热爱护理工作，无论多艰辛都认为值得。午餐时分，医院同事们投向多恩异样的目光，曾经解雇他的护士长也听闻了这些事。多恩原本预料会受到训斥，却意外收获了前护士长的鼓励。他对多恩的改变表示赞赏，认为他不再像过去那般脆弱。午餐结束，多恩再次遇见强哥，注意到他的眼睛肿成了一片。他在与举牌抗议者争论时，不幸遭受了攻击。家属们的抗议行动愈演愈烈，他们开始寻求医院领导层的介入。在宽敞明亮的会议室内，家属们与多恩坐下商讨，询问了多恩的住院记录是否属实。多恩直言不讳，肯定了事实，并坦然表示他将继续用药数年。家属们情绪激动，议论纷纷，对他仍在治疗，便认为尚未痊愈，对多恩像常人般工作的愿望表示不满，认为多恩的工作意愿过于贪婪。家属们断然拒绝让多恩照顾孩子，多恩陷入了辩解的困境。幸亏护士长一直在他身旁支持，护士长替他发声，发表了自己的见解，说明精神疾病康复是个漫长过程，如果按家属所言，生病还要工作便是贪心，那么患有抑郁症的女儿岂不也应永远居家？戴眼镜的男士的狂躁症患者兄弟同理，是否也应被剥夺工作的权利？提出了在座每位都有病患家人的现实，反问他们，若家人被禁止出门工作的感受，并非空穴来风的猜测，而是精神病患者常被问及的尖锐问题。现在家属们正自陷其境，当家属想到自家女儿可能面临同样对待，感到无比心痛，他决定退出抗议行动。剩下的家属人数已经寥寥无几，仍在医院门前坚持抗议。医院领导对他们表明了立场，医院经过评估决定多恩可继续工作。家属们要求会见医院院长，但院长已经明确了态度。对于家属的不满，医院愿协助转院，院长坚持支持多恩的原委，源于强哥前一晚阻拦了院长的车。院长本不想接受这种不按规矩来的交流，以约会为由表达了无暇的态度。强哥不顾一切地请求院长搭车至公交站，院长于情于理难以拒绝。在这短暂相处中，强哥的诚意赢得了院长的认可，承诺保留多恩的职位。院长感慨，强哥此类人物的两种可能命运，或将造成严重后果，或将取得非凡成就。强哥的坚持终究有了回报。下班时乘坐公交车，意外地遇到了心仪的女神在等待，两人之间的关系得以升华为正式恋人。多恩的母亲对将女儿托付给这样一位可靠的男性感到欣慰，她心安理得，即使离世也无憾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多恩坚持护理那位女孩，直至她彻底康复。曾经反对的女家属深感悔恨，因为自己差点毁了一位卓越护士的未来。多恩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向我们证明，只要有足够的热爱，逆境也能转为助力。每个人钟爱的事物都有所不同，但愿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归宿。护士大美似乎钟爱于自由，在内心的挣扎后，她最终决定辞职。尽管她是成为下一任护士长的有力竞争者，多恩对她的选择感到惋惜，因为自己也曾默默立誓要成为像大美那样的杰出护士。然而大美的告白却是，她之所以放弃护理职业，是因为多恩，因为她认为自己永远达不到多恩那样的境界。